男人每次打架前都会先用手枪打穿自己的脸颊，然后再用蒸汽将伤口牢牢地封住。这样做的目的不但可以威慑对手，同时还可以趁机发动偷袭。然而今天他却遇到了一个比他还要猛的男人，那就是号称日漫第一硬汉的花山薰。花山的突然出现让斯派克十分的兴奋，相比于刃牙那种细狗，很明显花山的体型更符合他的胃口。可话音未落，斯派克就狠狠的一脚踢在了花山的脸上，鲜血顿时喷涌而出。不过好在花山比较抗揍，对于斯派克的偷袭，花山并没有在意，而是脱下皮鞋，将身上的衣服全都一把给扯了下来，最后露出了他那比钻石还坚硬的肌肉，以及花山家族世代相传的纹身侠克力，只有历代花山家族头领才能纹在后背。然而到了花山薰，看着满背的侠克力，他总是觉得不完美，于是他孤身闯进敌对帮派总部，仅凭一己之力就将对方2000多人全部解决，而花山自己也受到了严重的伤害。可也正是这些刀疤才让侠克力变得更加完美。然而越是完美的东西，斯派克就越要亲手毁掉。他拿起石块对着花山的面门就狠狠地砸下，接着又捡起地上的皮鞋，一鞋把子直接拍在了花山的脸上。可这还不算完，紧接着斯派克一把按住了花山的脑袋，将他拼命地向后推去，直到撞断了路灯杆才勉强停下。接着斯派克一把抄起路边的长椅，随后狠狠地砸在花山的脑袋上。然而令斯派克没想到的是，受到如此重击的花山竟然毛事没有。见此，斯派克也扔掉了手中的武器，紧接着他将自己的双拳握紧，因为拳头才是他真正的杀人利器。为了能够打败花山，斯派克早就在自由女神像下练了2天半的拳击。好在巡逻的警卫及时发现，在出动了上千名海豹突击队员和上百台武装直升机的及时抢修后，这才勉强将破损的雕像恢复。此刻两人身上散发出的斗气，令周围的空间都开始变得扭曲。下一秒，斯派克便向花山发起了攻击，狂风暴雨般的拳头不断地打在花山的身上，即使是强如花山这样的猛男，也被斯派克打得不断倒退。而这就是斯派克的招牌必杀技无呼吸连打，即便是奥运冠军在跑步时也需要呼吸，泰森在出拳时也需要换气，可斯派克却不需要，他可以一口气从水下500米的地方游到岸上。所以在花山被打倒之前，斯派克的攻击不会有一刻停止。花山薰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，虽然他一直在节节败退，可花山薰始终没有倒下。就在转瞬即逝的空档间，花山抓住时机，狠狠地打在了斯派克的脸上。重新站起的斯派克张开大嘴，用力的呼吸。在他的眼里，此刻的花山早已超越了神明。紧接着，花山再次蓄力，又是一拳，直接将斯派克掀翻在地。接着，花山拎起斯派克，质问他是否还要继续。见斯派克依旧死鸭子嘴硬，花山毫不犹豫的又是一拳打出。面对花山那神一般的拳头，这下斯派克终于扛不住了。却不料下一刻，这家伙手中突然变出一把子弹，猛地塞进了花山的嘴里。剧烈的爆炸过后，花山仍旧像一尊雕像一样矗立在原地。见此一幕，斯派克被当场吓尿，可还未来得及逃跑，就被花山一拳打到了电线杆上。强大的电流瞬间就将斯派克电成了死狗。接着，花山拎着斯派克来到了警局。为了表示感谢，田园局长派人开车送花山去医院。可花山刚上车就发生了意外，被电成死狗的斯派克竟然又恢复过来，并且在2分半钟内干掉了所有警察。接着，斯派克一把将花山的汽车掀翻，随后捡起警棍对着花山的伤口一顿乱砸，直到警棍都被打得弯曲变形。花山艰难地起身，然而就在他准备反击的时候，异变突生，斯派克竟然用手枪打烂了花山的膝盖。此时的花山已经彻底丧失了行动能力。接着，斯派克将花山的脑袋放平，他打算利用空手道的截断原理踩碎花山的脑袋。随着斯派克的疯狂践踏，花山也倒在地上，彻底没了动静。见此，斯派克将枪口塞进了花山的嘴里。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花山的脑袋中突然浮现出那个男人的身影。下一秒，斯派克扣动了扳机，然而令他震惊的是，子弹竟然从花山的伤口上穿了出去。接着，花山猛地抱起，对着斯派克就是一顿无情的暴揍。可突然，斯派克用手捂住了眼睛，下一秒，一颗闪光弹腾空而起，刹那间，一股强烈的光暴照亮黑暗。趁着花山短暂的失明，斯派克迅速翻越到花山的背上，使出裸脚。随着斯派克的手臂不断用力，花山也逐渐无法呼吸。就在这危急关头，花山也决定使出自己的必杀技，那就是他那天生恐怖的握力。花山可以在整副扑克牌上捏下一脚，强大的握力直接将斯派克手臂上的肌肉硬生生地掰了下来。接着是大腿内侧，斯派克顿时发出痛苦的惨叫，他伸出中指一把插进了花山的耳朵。可即便如此，花山还是捏碎了他的喉咙，而这下斯派克是彻底玩完了。很快，斯派克就被送往了医院。经过医生的检测，斯派克的真实年龄竟然高达98岁。战败后，他的身体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快速衰老，短短2天半的时间就变成了一具干尸。